大家，米娅的2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全部上架完毕咯，目前有88折的优惠，马上加入，马上学习。你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呢？买了塔罗牌想自学，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了很多的影片，翻了很多的书，但是那些专有名词还是搞不懂。每一次解牌呢，都不大有信心，甚至越抽越迷惘，越抽越焦虑。其实呢，你缺的不是天分，而是一套温柔又有系统的学习地图。在课堂中呢，我会一步一步的教你从零开始跟你的塔罗牌建立真正的连结哦。那整套课程呢，分成4个章节。第一章呢，会带你认识塔罗牌的起源，教你挑选专属牌卡，并且如何和塔罗牌建立心灵连结哦。第二章解读塔罗的秘密语言，我们会逐章解析78张牌的牌意，让你轻松掌握大牌、小牌跟宫廷牌的能量和讯息哦。好，第3章呢，我们进入到实战演练的部分啦。好，在这个章节呢，不管是爱情、事业还是人生课题，我们都会用实际的案例带你练习，帮你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好，第4章呢，进入到大家最喜欢的部分了，塔罗牌结合显化法则。好，这个时候呢，塔罗牌不只是答案，更是创造丰盛人生的魔法工具。在课程的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温柔又有力量的毕业仪式。你会亲手为自己抽出灵魂礼物牌，接收来自宇宙的肯定跟祝福哦。你会发现，这不只是一门课，更是一段自己和内在力量重新连结的旅程哦。好，这门课呢，适合哪些人呢？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基础，想要从零开始的学员，适合你。如果你已经具备基础，但是想要提升解读能力的占卜爱好者，也很适合你哦。如果你是想要透过塔罗牌探索自己、转化信念、吸引丰盛的人，非常适合你。如果你想要成为专业的塔罗占卜师，打造你的副业的话，这堂课也绝对可以帮助到你哦。准备好开启你的塔罗旅程了吗？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加入，让我们一起成为灵性学习的好伙伴，一起探索未知，创造你的丰盛人生。Hello， 选到第一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蜜雅。我们今天呢要来帮大家看一个好开心的主题哦。什么大好运要来了？人生呢在哪一方面会翻转？然后你们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我们来帮你们读一下你们的牌哦。好，第一张牌 Sweet Surrender。首先我感觉到第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情，可是为什么别人却用一个很不好的态度对待我？久而久之你心里可能会觉得很委屈，但有时候你们可能想说就算了吧。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好像是放过了别人，但是却没有放过自己，然后这种感受让你们觉得自己总是被亏欠，好像这个世界对你特别的严厉，总是在挑你的毛病，而且人生好像不断的遇到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大事情小事情来消耗你的能量哦。而且你越在意越放不下，就越消耗能量。而我们的第一张牌甜蜜的臣服，甘甜的臣服，我觉得他好像是在回答你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他告诉我们说，当你愿意放下，当你学会深呼吸，当你甘于生命的流动，你的人生就会翻转，大好运也会开始涌进来。我们看到画面中的这个女子，她的身体其实随着风流动，她的周围有花朵，好，中央有一颗光球，这是一个象征。当你愿意把旧的纠结交出去，宇宙就会用光来照亮你。比如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深夜，在晚上反复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说什么来保护我自己？这些问题可能很像是脑海里不断播放的录音带，一再的重复，但只是让你自己更难受。甘甜的臣服，
这张牌啊，它不是要你假装没事，它是在邀请你换个角度看，竟然发生了，我该如何让这件事情不再伤害我？这才是对你自己真正的慈悲，对你自己真正的慈悲。好，在三维世界里，很多现实中的小事会让你觉得很烦躁，但是当你懂得，不见得每件事情都一定要争个输赢，其实生活会变得比较轻松。很多时候，你的情绪快乐比输赢还要重要。在四维世界中啊，情绪开始松绑，你能够看见自己以前的委屈是怎么堆积起来的，也学会放过自己。而在五维呢，就是把控制权交给宇宙，就是这张牌所讲的臣服，相信一切都有它的时序，都有它的时间点。翻转的起点不是强硬的对抗，而是柔软的放手。有的时候，如果真的要去对生命当中每一件奇奇怪怪的小事有反应，特别是当你接触越多人的时候，就会有更多你不能够理解的事。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去跟他们交涉的话，其实会很耗费心力。好，可能在表面上你吃了亏，你选择放手，但其实你赢得了你内心的平静，这个才是最珍贵的一件事情哦。我觉得这个是宇宙想要告诉大家的。Genuinely escape。好，这张牌啊，在讲的是一个很梦幻的逃逸。当你放下旧的纠结之后啊，灵魂会开始问自己，那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好，第二张牌就这么出现了，一个好像很梦幻的出走的旅程，它是灵魂的邀请哦。画面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藏在云雾里的白色的城堡，大家有看到吗？在这里，阶梯啊一路延伸，然后两旁是非常美丽的景色风景。它好像是在呼唤你说，走出熟悉的框架，去探索另外一种可能性。好，第一组的朋友啊，我们常常会被责任或是被别人眼中的你困住，我们以为这个就是我们的全部。比如说你从小被称赞很乖，称赞很乖很听话，或是被称赞是一个有很多点子很多的想法这样子的小孩，那长大之后也许这个声音就会在你脑海中不断的播放。比如说你可能就会一直尝试当一个很乖的人，或是尝试当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不论是哪一种，其实你们都可以去打破框架，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不一样，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这张牌啊，其实就是要你去倾听内在的那个声音哦。在三维里，这张牌代表，我觉得真实的世界中会出现一个新的契机来到第一组朋友你们的面前，它可能是一份不同的工作，一次旅行，一次搬迁，甚至是一段新的人际连结。这些事件为什么出现在你的生命中？它会带你看见，原来我的生命可以不一样。好，在四维的世界中，我看见这个是情绪上的解放。当你敢于去追随你心里的向往，而不是被应该怎么做，被你应该成为什么，你应该是谁绑死。在五维里面呢，我看到你们的灵魂想要出走，这个并不是逃避，你们的灵魂呢，他想要觉醒，他想要从旧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他会引导你，你的灵魂会引导你到你们真正想去的地方。好，我们接下来看到 Harmonics。这张牌是和谐共振。当你放下，当你开始走出去的时候，宇宙要帮助你们做什么事情？帮助你们调频哦。这个就是第三张牌的能量，要帮助你们调频。
和谐共振。画面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正在沉睡，很安详。那他的上方啊是月亮、月牙哦，周围啊有紫色的能量波，紫蓝色的这个能量波动。哇，你们的人生翻转会有一种和谐共振的感觉，同频的人跟事会来到你们的生命中。这个很像是什么？当第一组的朋友，当你决定开始运动，当你开始健康饮食的时候呢，你身边的朋友圈也渐渐的会变成是那样同样的生活方式的人。当你不再被那些爱抱怨、爱批评的人所围绕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圈、你的社交圈不知不觉都变得很轻盈，充满正面的能量。那是因为你自己的频率变了，自然而然会吸引到同样频率的人哦。我看见你们会有好人缘、好人脉，你会遇到懂得你的人，你不需要解释太多，就有人支持你。同时啊，你们会得到一个情绪上的共鸣。当你释放掉第一频的纠结，你自然而然的就会遇见到情绪充满轻盈感的人。你跟他交流的时候，觉得很轻松、很舒服，然后你们会达到灵魂层次的一个频率相合。你本身是爱，你也会吸引爱；你本身是丰盛，你们也会吸引丰盛。好，这张牌啊，很像是假设你在跳舞的时候，比如说你跳的这个是一个很快节奏的舞，但是这个背景音乐是慢节奏的歌，可能你会觉得好像格格不入嘛，很奇怪。但是当音乐跟舞步对齐的时候，对上拍子的时候，整个舞池的气氛就会变得很流畅。所以这张牌和谐共振，就是要让你跟宇宙在同一个节奏频率上，你们就不会觉得生命中卡卡的，好像很奇怪。所以翻转并不是外面的人事物改变，而是你真正开始跟宇宙同频。好，我们再来看一下陨落之月，释放阻碍，阻碍正在消散。这是一张非常正面的讯息哦。这张牌是一个讯号，大家真的那些困住你的石墙现在正在松动，就像这张牌一样，这个石块分开，满月出现啦，而且满月要往上升。这个满月本来是被厚重的石壁围绕，这个石壁就是外在的阻碍，或者是你内心的恐惧。但是现在这些阻碍一一要被清除了。可能你过去有一种情况是，你觉得自己真的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总是差那么一点点，好像有一道透明的墙阻挡着你，阻挡着你去得到一些重要的资讯，阻挡你去更上一层楼，或是阻挡你去过你想要的生活。你可能会把这个归咎于可能我自己不够好，或是我运气不够好。但是这张牌想要告诉第一组的朋友哦，那些阻碍，那些墙现在已经在崩塌了，你们并不需要用力的去冲撞，你只需要相信墙它会自己瓦解，自己倒下。为什么？宇宙想要帮你开路，而不是要你自己孤军奋战，自己在消耗力气去奋斗。很多朋友可能会面临现实生活中的一些卡关，比如说财务状况的一些问题、债务的问题、合约的纠纷、法律的问题，或者说合作进展不前，或是感情状况的一个焦灼。宇宙想要告诉你说，这不是永远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他人的一句话语，或者说生活中的一些琐事给缠住。被缠住的时候啊，你心里内耗的能量，其实这些小事累积起来其实也是蛮多的。好，那这张牌啊，其实想要提醒大家哦，小事或者是你人生中的阻碍、耗损你情绪能量的事情，占据你人生不该
他们不应该再占据你的人生，他们要离开哦。你们会达到五维世界中灵魂的净化，因为满月的能量，它本来就是在释放，在帮助你清理，它在帮助你把不需要的东西送回到宇宙。所以翻转呢，它是靠释放。好，比如说呢，如果一艘船它要起航，但是它没有办法走，为什么？因为它被绳索紧紧的绑在岸边。这个时候你拼命划，其实只会更焦躁。所以真正的关键不是用力，而是割断绳子。那这张牌陨落之月的能量，就是要帮你割断、松开那个绳子阻碍你的东西。好，我们的下一张牌哦。哇，这张牌的画面非常的不一样哦，月色撩人。你们的灵魂在月光下苏醒了。当墙倒下来的时候，你的心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调平。那这个就是月色撩人的讯息。在月光下，我看见你们的灵魂会重新的苏醒。画面中啊，这个女子非常开心的跳舞，只有她一个人，她也跳得非常专注，浑然忘我，很沉浸在自己跟宇宙的节奏中。她在旋转，她在月色下旋转，满月照耀着她，她开始随着更大的节奏舞动。所以这张牌在跟我们说呢，翻转的下一步，除了放下之外，要允许自己被点燃。这张牌的能量很美，它有一种温柔的、悄悄的、不经意的、不刻意的被改变了。有一天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我好像变得比较开心了，我好像对一些事情比较没那么在意，或是没那么生气了，或是以前会让我生气的小事情，现在我已经不生气了。这个改变并不是一触可及的，它是很像植物悄悄的发芽，最后开出美丽的花朵。所以月色撩人，它撩动的其实不是别人，就是第一组的朋友，撩的就是你的心，你的灵魂。开心起来，幸福起来。我看见你们生活会有许多被点亮的瞬间，也许是很累的一天，突然被一句话、一个眼神、一段音乐，瞬间的被救赎。我看见你们的情绪敏感度也提升了，你可能更容易哭，也更容易笑。这个并不是退步，而是你的灵魂想要你活得更真实。还有，我觉得你们会经历五维世界中神奇巧合的共鸣。这个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现在在想一个人，突然这个人就帮你点赞按赞，或是他突然就传讯息给你，有可能突然你眼前就出现他的照片。你们许的愿会快速的被呼应，这个就是你的灵魂进入新的时间线的证明。当你被月色触动，你就知道其实你正在翻转。好，有的时候当你走在很黑的街道里，这个时候啊，其实只要有一盏街灯，只要有一盏灯亮起来，就足够让你看见方向。好，我们这张牌讲的月色撩人，就是那一盏点亮黑夜的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fulfillment 圆满哦。好，我看见这一组的朋友啊，宇宙要给你们什么奖励？就是圆满。这张牌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你们一路走来，勇敢的放手，真心的探索，而且你们努力的跟宇宙去对平。你们一切都没有白费力气，你所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这张牌啊，就是宇宙对你的一个爱的告白，爱的宣告。他想要告诉你说，你看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美，它是一条金红色的能量之流，蜿蜒的流向远方的太阳。
这条河就是你们的人生脉络，一路走来，它可能有蜿蜒、有曲折、有跌宕起伏，但是最终你们会流入到光的源头。所以 fulfillment 它是一个很具体的收获，可能是第一组朋友你期待已久的成果终于落地了，财富自由了，关系稳定了，一个计划开始看到回报，或是你做的一件事情收到效果了。它很像是播种之后的收割，终于有东西是实质的可以握在手里。你会感觉说以前那么久一直以来的努力真的不是白费。而且你们会突然的发现以前呢觉得有一些目标好像遥不可及，现在不知不觉就达成了。或是以前你觉得外在很难搞、很烦人的人事物，现在看他们好像自然而然的，因为你的心境改变了，也觉得知道怎么跟他们相处了，或是自然而然的就变得顺畅了。这个并不是奇迹因为你的内在频率调整了，所以外在的世界也跟着你一起变好。你们将会拥有情绪上的满足，你会发现自己不再那么焦躁，不再觉得什么都不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哇，我已经很好了的安定感。我觉得你们会对生活心怀感谢，甚至会对身边生命中的一切你觉得都比以前更加的美好。这种情绪能量会让你更加容易吸引到好人跟好事。还有第一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很像是会从一个永远都在低头赶路的人，永远都在忙忙碌碌的人，变成一个懂得欣赏风景的人。你开始懂得生命的本身其实就像是一场很丰盛的盛宴，你不需要向外追寻，因为你已经从内在去找到那份富足好在五维圆满代表灵魂的丰盛，这个并不是单一事件的成功，而是一种整体频率的提升你们会开始进入一种状态，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不管环境怎么变，你的内心都有一股很足够、很充足的力量。这个就是灵魂的翻转，也是大好运真正要给你带来的丰盛。圆满它并不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状态。当你感觉到足够的时候，宇宙就会给你更多。好，你们的人生正在迎来某一个阶段性的收获，而且这个收获它并不是结束，并不是到这里就没了，而是新旅程的开始。只有当你感受到圆满的时候，你才会有余裕去迎接下一个更大的翻转。所以你们的翻转是一个接一个的来的。好，我们的下一张牌 Subordinate 的 Ego。 好，这一张牌就是降服小我。你们的翻转并没有到前一张牌就停止了，而是宇宙想要提醒你说，其实你得到收获的之后很容易冒出来小我的声音你可能有时候会发现，当你一切都做得很好的时候，心里会有一些想法。这个想法是哇，我真的好棒你看我就知道我可以做得到。这些想法呢都很正常，但是当这个小我的声音慢慢的变成说你看我比别人厉害，你看其他人都不行，就是它会从一种小小的成就感变成了小我的膨胀。小我会怎么说呢？我是不是比别人更厉害了这些成果是不是能证明我的价值？但是如果我失去这些，我又该怎么办？这些声音不见得是坏的，但同时它也在提醒我们，我们还在意。如果我们被小我的声音所控制，我们就会回到过去那种不安跟比较里面。也就是为什么宇宙要在这个时间点给你这张牌好，在画面中大家看到有一束光从天空中照耀下来，然后这里有很漂亮的粉红色的一个玫瑰这张牌在提醒我们，当小我退居幕后，你的灵魂才能够真正的闪耀。这张牌在告诉我们，你们真正的大好运不是比谁更成功，比谁更怎么样，
拥有怎么样的车子、房子之类的，而是你活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自在。你们的价值不需要外在的成就来证明，你的灵魂本身就是无价的。好，在三维里面，这张牌的讯息非常的直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比较竞争的环境，有人质疑你、挑战你，让你感觉到你需要去跟别人奋斗。但是这些场景并不是来打击你，而是来提醒你你不需要再被比谁好困住。你的思维并不需要被比较困住，因为翻转的关键并不是赢过别人，而是站稳自己的脚步。好，在四维的世界中小我更多的体会在情绪的层次。你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明明已经这么努力，但是还不够？为什么别人得到的掌声比我多？为什么他的好老婆比我漂亮，老公比我有钱，然后什么资源都在他那边，为什么他比我顺利？为什么他可以拿到这个机会？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但是这些其实都在消耗你的能量。当你愿意看见、接受、再放下，你就会发现这些情绪像云雾一样，它会渐渐的散开。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像是说，你其实正在享受一场美食，一个盛宴，但是你却不断担心说别人会不会吃得比我更好，他会不会拿到的东西比我更好，或者说如果我这辈子只有这一场美食，这一场盛宴怎么办？我接下来再也吃不到怎么办？这些担忧会让你无法真正的品尝当下的美好，而这张牌降服小我，就是想要让你回到当下，回到那个我很足够的状态。好，在五维里降服小我是一种灵魂的觉醒。你会开始意识到，其实灵魂从来不需要证明它只需要体验。当你把焦点从我要证明什么转移到我要成为什么，你的能量就会反转到另外一个维度，这个才是真正的自由。你不需要去证明自己，你只需要去成为自己。这个很像是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小我很像是坐在后面那个不断碎碎念的乘客，他可能会告诉你说快一点，你太慢了，你看那台车超过你了。如果你一直听他的话，开车就会很焦虑。但是当你意识到自己才是驾驶的时候，你就会选择看向前方，按照自己的速度前进。好，所以这张牌的能量在告诉你，大好运的翻转不在于外在的，不单单只有外在的圆满，更在于你的灵魂会去主导人生。当小我不再掌控方向盘，你的人生就会开到一个更自由、更广阔的道路上。好，所以除了外在的圆满之外，你们还会迎来内在的灵魂层次的一个自由好，我们的下一张牌这张牌讲的是重生重生。好，它是一个纯净的开始，它是代表一条新的时间线，有一个新的大门要打开了。好，你的新生活要展开了，你是受到祝福的。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呢？就是在某个时刻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自己了，你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变了。比如说你觉得你不再那么容易被激怒了，或是有些事情你已经完全的断开了。可能你过去会一直想要去看某个人的状态，但是现在却完全不在意了。这个就是你的重生。我看见你们接下来会褪下一层旧的皮肤，然后长出新的自己。好，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有些朋友可能会有新的身份、新的工作，搬到新的环境，甚至进入到新的角色。比如说你会成为父母，成为老师，成为领导者，或是成为某一个公司的工作者，或是成为老板等等的。这些改变伴随着挑战，但是我也看见它会让你人生轨迹彻底的翻转。
重生呢，在思维里它也是情绪状态的更新哦。所以第一组的朋友，你会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很容易被过去的伤痛牵动，那些曾经让你耿耿于怀的小事，好像逐渐的失去影响力，取而代之的是更大的包容跟更快的复原力。以前呢，你可能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耿耿于怀好几天，现在你可能只是笑一笑，好不开心10分钟就过了。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情绪系统已经整个被更新了，你们现在已经不再允许那些低频的能量消耗你宝贵的生命，所以你们的重生是一种灵魂的跃进。你会发现你站在新的时间线上，看事情的角度完全的不一样。你不再纠结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而是问说，好，这件事想要带给我的礼物是什么？当你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待人生的时候，其实你就真正的进入到活进了一个新的版本。重生并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迎向一个新的自己。好，这个很像是手机系统的更新，当系统升级之后啊，速度更快，功能更多，甚至可能会开启一些原本没有的新的应用。所以这张牌的能量就是你们灵魂系统的升级，你的人生即将版本更新，即将迎来真正的翻转。好，接下来看一下这张牌在说什么。好，这是有关于原谅跟放下。原谅跟放下，为什么要原谅？为什么要放下呢？是因为你们要自由。好，是因为你要对你自己仁慈。很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人值得原谅，或者说我逼我自己去原谅，而是你想要去迎接新的开始。原谅并不是为了别人好。当然有可能你的原谅可以让对方心灵好过一点，但这张牌想要告诉你说，原谅更多的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你原谅的不是他对你造成的伤害，而是原谅了那个被伤害的自己。当你愿意放下，你就不再是过去的受害者，你成为了全新的你自己。好，在现实生活中啊，可能曾经有一些人，有一些事情带给你伤害，带给你失望，你可能觉得自己永远都等不到他们的道歉，甚至他们不觉得我有错啊，他觉得是你活该，他觉得我又没有做错什么。好，但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再让他们主导你的心里。原谅绝对不是说他们对，而是你们值得安静的生活。好，这张牌带来的是一个情绪的释放。也许啊，你会渐渐的发现你自己不再因为某件事情失眠，或者是说当你看到类似的新闻、类似的场景的时候，过去可能会情绪很激动，因为你自己也有相同的经验，但是现在慢慢的不被影响了。你也不再因为某一个名字而紧张，而心跳加速，而呼吸困难。那个并不是健忘，而是你的情绪真正的被清理掉了。好，你们的情绪会被清理掉，那一刻大家会感觉到久违的轻盈哦。可能你们有一段时间总是在想着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情，它很像是一个隐形的重担，让你连睡觉都没有办法真正的放松。当你真正原谅并且放下的时候，那股重担会突然消失，你甚至会觉得哇，空气都变得清晰了。所以我看见宇宙要给你们的祝福，大好运就是原谅跟放下，它更像是一种灵魂的毕业。你们会明白，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灵魂契约的一部分。有人他扮演反派的角色，他可能是为了要推动你长大。当你用这样子的角度去看待，你可能会带着感谢去离场，而并不是怨恨。恨呢，是你对一个人的无奈，你知道对方很强大，你知道对方比你自己强大，但是你却没有办法去反抗他，或是让他
造成一些伤害，你觉得你没有力量去抵抗它，没有力量去证明自己是对的，但你又没有办法认同他的做法，也许你在心里会累积了很多的恨。现在宇宙想要把这个恨去协助你释放掉，因为你不需要和他比较，他活在他的世界中，你怎么跟他沟通都是没有用的。他活在他的逻辑中，他活在他的思维中，不管怎么变都是没有用的，你不需要跟他辩论。好，或者说你不需要去耗尽你的一生，耗尽你的心力去让某一个人，或者说让某一些事情去改变。对第一组的朋友来说，宇宙给你的讯息是不值得，你只要跟他们切断就好了，或者说如果不能完全切断，你只要去淡化你跟他的连接就好了。你没有必要去改变他，影响他，也不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好，就是你不要去恨他，它是一种对自己对你的仁慈，因为你的人生你的时间更加的珍贵。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一组朋友你们今天所有的讯息啦，恭喜选到第一组的朋友哦。那另外也提醒大家米娅的12堂线上塔罗课程现在已经完全上架完毕。如果你对于灵性探索、塔罗学习或是显化法则有兴趣的朋友，想要利用塔罗牌来改变人生的话，欢迎一起加入，一起成为灵性学习道路上的好伙伴。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拜拜。Hello， 选到第二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二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什么大好运要来了？接受这个大好运之后啊，生活会有什么样子的转变？好，哇，我们的第一张牌主牌哦 ，Inner Freedom， 内在的自由。好。第二组的朋友啊，可能你常常会觉得被外在的枷锁困住。什么是外在的枷锁呢？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别人的期待，或是家人的一些要求啊、责任啊，甚至自己脑海中会告诉自己我应该要怎么样的这些声音哦。可能你目前环境看起来运行得很好，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的心隐隐约约觉得很沉重，好像永远都走不出某种框架。好，第一张牌啊，内在的自由哦 ，Inner Freedom。这张牌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真正的翻转从哪里开始？从你的心开始。我们看到有一条小径蜿蜒而上，闪着金光。好，它很像是穿越了黑暗的洞穴，带领你走向更高维度的自由。这张牌提醒你说，好运来临之前，你要先释放掉内在的束缚，宇宙才有办法把礼物放进来。在三维的世界里，内在的自由，你们会表现在最真实的日常当中。比如说，有些朋友，你终于敢对不合理的要求说不。敢在关系里表达真实的自己，或者是愿意放下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也要跟着这么做的一个比较心。好，当你开始有觉知的在你的生命中做出选择的时候，你们就已经翻转了。好，同时啊，我也看见这张牌代表情绪能量的松动。你们的好运来自于有些朋友你有很多年的一些焦虑、困扰、病痛。好，或者是说有些事情你觉得就是你必须要做，你非做不可，不可以失败，这些标签，这些让你觉得很沉重的压力会获得舒缓，会获得释放。宇宙想要告诉你说，你们是拥有犯错的空间，你们可以不完美。当你把一些非要怎么样的标签撕掉之后，其实心就开始变得自由。
在五维的世界中啊，内在的自由是一种灵魂的状态，它让你不再活在小我的框架里，你可以感受到你本来就是完整的，你不需要再证明什么。这样子的境界一旦打开哦，第二组的朋友你会发现，你会惊讶的发现，大好运它就很像是流水一般涌过来，流到你身边，因为这是宇宙最爱的频率，就是一个自由流动的灵魂。当你放下枷锁，宇宙就会把钥匙交在你的手里哦。有些朋友啊，可能你们一直都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你们一直都觉得需要有人来敲开这个把你困住的笼子，有人要协助你去敲开这个门，你才能够飞出去。但其实也许这个门没有锁，只是你不敢试试看，你不敢推，或说它只要轻轻一撞就可以撞出去。好，当你终于鼓起勇气，用翅膀用力的一撞，你会发现天空一直都等着你。哇，这张牌作为开场，它的讯号很强烈，你的翻转会从内在开始。当你学会松开心里的枷锁，你们就会迎来最甜美的大好运。好棒的能量哦！再来看一下下一张牌。接下来宇宙要给你们什么呢？ Redemption， 好，救赎哦。救赎啊，这个字有没有听起来很庄严？但它其实常常发生在你们生活中最细微的一些瞬间哦。所以我感觉到第二组的朋友啊，你可能愿意去承认，比如说你个性一些不好的地方，我脾气不好，有的时候讲话太冲，或是说你去承认自己的一个错误，但是你承认之后，你有点像是你不会一直责怪自己，就是你意识到其实会造成这个问题啊，它是有一些原因的，也许是性格上你反复做出这样子的选择，反复拥有这样子的回应，或者是说有些根深蒂固的想法，以至于在某个地方是特别的不顺利。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是在人际啊，有些人可能是在财务，或者说有些人可能是在心情跟情绪上，你可能意识到原来我的应对方式不是这么好，或是原来我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太激进了，还是怎么样的，或是有些朋友觉得我应该要多守护一些自己的界限。好，你们会意识到这个错误，但是我觉得你们是了解了，接纳了，也许你可以从这个接纳之后做出调整，去改变。这张牌代表说，你可能会和某一个人，也许你们经历了一些争吵，或是比较久的这种冷战，突然你跟他之间能够彼此和解，彼此理解。甚至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啊，你可能过去对于自己是很不满意的，你其实很容易去责怪自己。现在你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第一次没有嫌弃的，完完全全的拥抱自己，然后真心的告诉自己说，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觉得这些时刻啊，都是宇宙跟你们讲的救赎。这个救赎不是谁来拯救你，而是你终于选择把自己赎回来。好，具体的能量我看见有一些情境，或者说有一些人和事它可以出现修复的机会。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拖很久的一个误会被解开，或者是说一段失落的连接重新恢复，或者是一个你觉得遗失的机会再次回到你身边，你觉得不可能的机会再次出现。这一些看似很偶然的好运，很偶然的事件，其实都是宇宙在帮助第二组的朋友，你们修补人生的裂缝。好，救赎呢，它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很多人背着内疚、后悔或者羞愧这些情绪，走了好长好长的一段路，但是却不知道他们有多重。好，Redemption 这张牌提醒你，真正的转变并不是继续背着这些沉重的情绪，而是勇敢的把它们放下。
当你允许自己原谅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能量瞬间变得轻盈。好，在五维啊，救赎是一种灵魂的契约。你会发现那些痛苦的经验从来都不是惩罚哦，它是灵魂跟你约定好的功课。当你用更高的视角去看，你甚至会开始理解为什么要去遭遇一些你过去觉得是痛苦的事情。好，因为这件事或说这些人，他们其实可以帮助你更快的拿回跟看见自己的力量，这个是你灵魂层次的救赎。当你能够原谅自己，这些情绪终于可以放下了，你们的人生会进行一次次的修补，旧的错误绝对不会再拖住你，你正在完整的赎回你自己，重新拥有你自己。如果你过去觉得自己很像是碎片，现在一切都被拼凑完全了，完整了，你们不是残缺不堪的。好 Equanimity， 好，这张牌它讲的是平静，而且它这个平静啊，特别是在一些好像很大的事件发生，很震惊的事件发生的时候，还能够拥有的一种平静。当困境发生了，但内心还是拥有平静。好，经过了内在的自由还有救赎的修补，你们会发现灵魂的下一步，第二组的朋友不是要冲得更快，而是学会在风浪里保持平静。这个就是第三张牌的讯息哦。好，有的时候翻转呢，它不见得是很剧烈的转变，而是你会拥有一份从容不迫。我看见在生活当中啊，你们不再被小事牵着走，因为你们从容不迫，你们有余裕。好，然后你们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而焦虑，你能够稳住自己的节奏。这个平静啊，它也是一种情绪的修炼。第二组的朋友渐渐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哦，就是不被外在的环境扰乱，就是不是说别人叫你往 A 你就往 A， 别人叫你往 B 你就往 B， 无头苍蝇，或是被外在很多的杂讯、新闻媒体所干扰你的情绪上下起伏。你不会被触动，你的内心也不会混乱，即使遇到挑战也能够保有内心的稳定。大家知道吗？在五维世界中，平静是一种灵魂的高度。你会知道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里，你能够自然的安然的走过高低起伏。真正的平静并不是没有风浪，而是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在风浪里也能够安然度过，就很像是湖泊一样，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其实内在深处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平静绝对不是空白什么都没有，而是你们会拥有一种稳定的能量场。接下来我们的下一张牌是月亮周期，这张牌讲的是耐心哦 Moon Circles。 好，经历了自由、救赎、平静之后啊，宇宙想要透过月亮周期耐心来告诉你大好运啊，它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就像月亮它不会永远停留在满月或是新月，月亮有阴晴圆缺，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如果你想要赶快看到满月，有时候会忽略了新月的播种、上弦月的努力，还有下弦月释放的美好。所以我觉得宇宙想要提醒大家哦，耐心是想要让你就是提醒你说，其实你可以欣赏生命中的每一个过程、每一个阶段。所以这张牌在三维的世界里，它其实很实际。有些朋友可能正在等待一个计划实现落地，你正在等待一份成果收成，或是一个面试的结果通知，或是一个官司的纠纷的这个裁判，或是一段关系的一个回应。现在呢，你需要时间并不是因为你不够好，而是因为时机它
就是任何事情它都需要耐心去等。大好运它正在靠近，但是它必须要等到所有的能量完全的聚合、完整的聚合，才会真正的显化。所以耐心是一种情绪上的修炼。很多人会在等待中觉得很焦躁，觉得说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永远都得不到了？其实绝对不是哦。宇宙透过这张牌提醒大家焦虑会让能量场变得不稳，有时候会不小心延长了等待的时间。但是当你安定下来，事情往往会比想象中更快的到来。在五维世界中月亮的周期它其实代表灵魂的时间线。灵魂其实不看快跟慢，而且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要很久很久很长，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要很多时间才能够完成的这件事情，对灵魂来说这个是弹指之间就可以瞬间完成。同样的对灵魂来说显化1000万跟显化10块都是一样容易的，易如反掌的。有些祝福你要承接之前，你先需要长出承接它的力量，比如说能够承接金钱的容器，然后祝福才会进到你的生命中。这个很像是果子，如果还没有成熟，你很早就把它摘下，这个味道会涩，会苦涩，会不好吃。但是如果等到它自然的熟成，会让你觉得很甘甜，甜到让你很感动。也就有些时候宇宙要给你的这个祝福大好运，它是要成熟落地，然后你会觉得一切都是这么的完美如果你比如说现在就想要摘下，说就是它还没有成熟就想要摘下的时候，有点像是你现在可能得到了，可是这个得到会是小小的，然后有一点苦涩。但如果你再等一点点的时间，你们接收到这个大好运就像是成熟的果实一样，又大又甜。月亮告诉我们呢，等待的时间并不是空白，而是能量正在聚集。当你愿意耐心等待，翻转就会在对的时间点绽放。比如说就像是怀孕，它需要怀胎10月，并不是3个月5个月就能够生下来，你必须要等小孩在子宫里慢慢的长大，直到它成熟。大好运也是这样，它需要时间的孕育，它会在最完美的状态出现。所以你们的翻转绝对不是还没有来，而是正在来。你们的大好运就像月亮一样，它会一步一步走向圆满。接下来我们出现的是月光石同样的这张牌也叫大家放慢脚步2张月亮神谕卡都提醒大家耐心的重要性。宇宙想要提醒第二组的朋友，好运需要循环跟时间。月光石这张牌很像是耐心的延伸，它不只要你等待，而且还要你在等待的过程中学会放慢，学会享受。好，画面中我们看到柔和的月亮的光芒，还有月光石它的能量温润不刺眼，很像是能够轻轻抚平你的心的能量。这张牌的讯息很明显，为什么宇宙要大家放慢脚步呢？因为有的时候有些事你真的只能在人生这个阶段去做。比如说出国旅行好了，你20岁30岁或者说40岁50岁60岁你可能出国的这个旅行的国家或者说规划玩的方式等等，或者说你身边的人都会不一样。有的时候如果你一直急着奔跑赶路，你可能会错过沿路的风景，但如果你放慢脚步，灵魂才有机会去真正的吸收这一路的养分。有点像是你一直把目标放在很遥远的那个未来，我要等到某个东西实现我才好让我自己放松尽情的去玩的话，或者说我才愿意享受人生，我才愿意快乐，我才能够快乐的话其实
你就会错过沿路的风景。所以月光石要提醒大家哦，不要总是逼自己快一点。比如说呢，投资想要赶快获利啊，或是在感情中急着想要知道答案，或是投入一件事情马上就想要看到成果。但事实上很多事情它是需要时间酝酿。当你愿意慢下来，不要把自己逼到一个极限，把自己逼到太紧，你反而会发现能量流动的更顺畅，事情也进展得更顺利。在四维的世界里啊，放慢脚步是一种情绪的疗愈。所以第二组的朋友啊，有的时候很多的焦虑或是不安，不见得是因为事情真的那么糟糕，而是因为你的心一直在往前冲，没有好好的停下来照顾你自己。但是我看见你们接下来会慢下来，你会听见内心的声音，你会重新感觉到生活的温度。在五维的世界当中啊，月光石象征着灵魂的温暖的柔性的力量。所以宇宙的能量并不是用冲的来对齐，它是用顺流来合拍。所以当你放慢脚步，你就能够感受到灵魂的脉动，你可以跟宇宙的节奏重叠。这个是一个更高维度的智慧，并不是说停止不前。放慢脚步，它并不是说我就不走了，并不是说我就不动了，而是以一个适合的速度前进。所以放慢脚步绝对不是落后，而是为跟宇宙的节奏对齐。有的时候慢下来，好运才追得上你哦。好，所以放慢并不是浪费时间，它是为了要让你走得更久更稳，也更容易接住大好运。好，我们看一下下一张牌哦。Dive in， 投入啊！宇宙告诉你，当你放慢脚步，下一个讯息就是投入啦。画面中是一片清澈见底的海洋哦，很像是我们潜入一个深蓝色的海洋。这张牌提醒你们说，好，有一个时刻，宇宙会给你一个提示，一个讯号，就是时候到了，你就要投入潜下去。真正的翻转就发生在你跳下去的那一刻。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行动，宇宙会给你一个讯号。可能是有些朋友你一直拖延的计划，你终于愿意开始去执行啦。就是总要有第一步嘛，比如说看的课程、买的书，总要去看，或者说你想要做的事情，总要有第一步。好，你想要改善的关系，总要先跟对方说说话，报名一门课，建立一段关系，或是写下一个具体的这种计划书，或是有些朋友在工作上想要什么样子的转变，或是有些朋友你想要戒掉一个坏习惯，想要运动，不管做什么，想要变美，总要有第一步，总要开始行动。好，不要总是想说我明天再开始。当你开始真正的行动，好运就会来了。而且投入它是一个情绪上的允诺。很多人一边想要改变，一边又怀疑自己说我这样可以吗？那其实这样子很像是一个很矛盾的能量，它会打折的。所以 Dive In 这张牌，他想要提醒你说，你们真的要全然的相信自己，带着热情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只用一半的心力去投入。为什么？因为你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不知道成不成功，如果我全部用力去做又没有成功，是不是白费心力啊？或者是说很丢脸啊？所以可能你就浅尝即止。可是这张牌是要你们完全的投入，相信自己可以。在五维的世界中，投入是一种灵魂的跳跃。你放下了小我的计算，勇敢的跳进宇宙的河流。虽然你不知道水会带你去哪里，但是这个流动最终会带来好的结果。这个就是臣服当中的行动力。当你跳下去的那一刻，你开始行动的那一刻，宇宙就会把浪潮推向你。所以如果你只是半颗心在做，没有全心全力去做，你得不到一个全部的回报。投入才是显化的开始。就像如果你要学游泳，你可以在岸边看100次的教学影片，但是如果你不跳下水，你永远都学不会。
所以 dive in 就是要你相信，你要真的去做这件事情，宇宙会拖住你，水会拖住你。好，内在之眼 inner eye， 在投入的过程中，宇宙要大家打开什么？打开内在之眼。这张牌象征的是直觉、洞察跟灵魂的视角。好，内在之眼啊，告诉大家大好运来临，你们会看见更多的蛛丝马迹，这个都是帮助你留意生活中的细节，比如说别人眼神中的善意，一个巧合的机会，或者是一次偶然的对话，这个都是宇宙在给你的好运的提示。我看见你们会打开这个内在之眼，你们就比别人更有能力去发现好运。好运其实潜藏在生命当中，但有的人视而不见，有的人不知道那个就是好运，或者说有时候好的人，不错的伴侣其实已经存在，但有的人不知道这个人就是不错的伴侣，或者说有人就是跟他擦肩而过。但是内在之眼打开之后啊，哇，你们能够对很多事情都更有直觉，知道这个机会要去抓，要往这里走，不要去那里等等的，然后你就可以为你的人生迎来很多的幸运。好，在四位中啊，这张牌它是情绪跟能量的感知。当你进入到新的环境，你可能会敏锐的感受到什么是对的频率，什么是不合的能量。同样的，当你接触到新的人事物、新的关系的时候也是哦。这张牌提醒你说，那你就相信自己的感受，不要硬要用脑袋去分析。在五维的世界中啊，内在之眼它是一种灵魂的觉醒哦，它让你知道真相并不是只有你看到的那一面。人生它不是线性的，而是一张张重叠的网。每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人事物啊，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帮助你前进。可能第二组的朋友，你会对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怀有更深的敬意。你会发现眼睛看到的其实只是表面而已，而内在之眼看到的才是灵魂的真相。当你愿意相信直觉哦，宇宙的大好运就会带你超捷径，走最短的路去拿到好运。好，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这个内在之眼啊 inner eye 它也很像是你的导航系统哦。有的时候你看地图会觉得绕远路啊，为什么要走这条？但导航其实它知道哪里塞车，哪里顺畅。有的时候你觉得另外一条路其实好像更短更快，其实可能那条路上有一些陷阱，或是它出了一些状况，你实际走上去会跟你在这个就是想象中的不一样。所以内在之眼就是你的灵魂导航，它知道哪一条路才是最适合你走的。好，看一下下一张牌哦，Be the big one， 哇，成为那个最大的什么意思呢？当你开始信任内在之眼之后，不得了了。第二组，宇宙要把你推向一个更大的舞台，所以成为那个最大的。不要再小看自己了，不要再把自己缩到好小好小的角落。宇宙看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好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准备好被更多人看见。第二组的朋友，你们的光芒不只是照亮你自己、你的家人，是我觉得你们可以点亮更多的人。好，在现实世界中，大家有机会升职升迁，领导一个团队，或是担任重要的角色，你会被推到舞台前，你们不再只是一个配角，这是一个能够让你展现机会、能力、创造更大影响力的时间点。在四维上，这张牌代表情绪的成熟。我觉得你们不再只考虑自己，而是愿意以大局观去看待你所处的一个环境，你能够带领别人一起前进，你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你更能够去容纳不同的情绪跟观点。因为当你要带了一大群人前进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同。如果你只考虑自己，或者说如果你只用一个狭隘的观点去看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让这些人心服口服。我看见你的心胸变得更加的宽广，你能够包容不同的人跟声音。在五维世界中，这张牌代表灵魂的召唤，你的灵魂
知道你并不是来这个世界过日子的，你并不是来过苦日子的，而是你要带着光成为别人的引路人，你的生命人生使命正在启动。你知道吗？你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光的能量，就是对于别人的启发。很多的朋友，你可能是这种别人的眼中的一个导师、引导者跟引路人哦，不要再怀疑了，你就是那个Big One 的 Big One。 当你愿意站上舞台，宇宙就会把镁光灯聚焦在你身上。我觉得你们很像是那个舞台上的主唱，观众的眼神都在你身上，所以大家不要犹豫，现在就是拿起麦克风的时候哦。经历了这些的旅程，走到了这一张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看到水母的 Jellyfish， 这张牌也在叫我们要顺流哦。当你站在舞台上的时候，不要忘了保持弹性，这就是水母这张牌啊，随波逐流的一个提醒。大家知道水母它没有骨架，它能够在海流中自在的游动，所以我们人生会翻转哦。翻转它并不是靠咬牙死撑，而是靠灵活跟弹性，在流动中保持柔软跟弹性。比如说有人一剑刺过来，我很轻巧的闪躲过去，你根本刺不到我。我并不是一棵树，很容易的就被劈断。我是有地方我就可以躲，有地方我就可以钻。同样的，这边有光，我就可以往那边去走，或者说我就可以这边有机会，我就咻一下的很柔软的飞过去。就是我看见你们的力量是来自于顺应，而不是对抗。所以这张牌提醒大家，不需要过度的僵硬，原定的计划可以改，方向可以调整，很多东西是有弹性的，不见得一定要坚持某些事情、某些想法、某些观点。有的时候太过执着，会让你卡住，没有办法前进。当你学会放手，你会发现新的可能性正在等着你。还有啊，这个随波逐流，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情绪上的柔软、顺应流动。当你开始明白，真的并不是每件事情都要争输赢，我们的时间那么宝贵，哪有办法每件事情都跟他们争输赢呢？有的时候顺着局势走，反而可以让你更省力，更加保护自己的能量，你可以走得更轻松，你的内心不再有这么多的抗拒，反而能够更平静的面对变动。在五维世界中啊，这张牌代表的是灵魂的顺服，你不需要用力的去掌控一切，而是相信每一股潮流它都是宇宙的安排，它会带领你到最适合的地方。你会发现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你的最高利益，而且柔软它并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当你愿意顺流，你就会被带往最光明的彼岸。好，最后一张牌哦，Ride the wave， 抓住浪潮。所有能量的收尾是这张牌哦。大家的大好运来了的时候，就是跳下去抓住这个浪潮，不要退缩，勇敢的踏上浪，因为这个是宇宙为你量身打造的机会，一个邀约、邀请、合作、感情的开始，在你眼前展开的很好的投资机会。你要做的就是抓住它，不是等浪潮过去。你的行动力决定了这个好运能够带领你走多远，跳多高。这个是一种情绪上的自信。第二组的朋友，你会感觉到是的，我准备好了。这种内在的肯定，它其实就是最大的显化的能量哦。因为你内在越相信，你越能够吸引到更多与之相关的所有相关的机会。而且这张牌也是一种灵魂的顺流。这个浪潮呢，它代表宇宙强大的推动力，你只需要站稳，然后打开心胸，浪潮它会带领你走到你应该去的地方，并且实现你的天命。哇，最后一张牌啊，它其实是前面9张牌的集大成哦。你所有的努力跟准备都会在此时此刻得到回报。
机会来了就要跳上去抓住浪潮，你就能够看见全新的自己，就很像是电梯在你面前打开，好运的电梯来了，一打开门就不要犹豫了，赶快跳进去，把握住那一刻，不要让机会流走。好，所以我看见第二组的朋友啊，你们的大好运它其实是一层一层推进的过程。当你经历了自由、救赎、平静、耐心跟放慢之后，你准备好投入，你打开直觉，勇敢的跳上舞台，学会柔软顺流，最终呢，你就能够抓住那一波带领你翻转人生的巨大浪潮。好，以上啊就是有关于第二组朋友你们今天全部的讯息啦，真的是恭喜选到第二组的朋友哦。最后也提醒大家米娅的22堂塔罗课程已经全部上架完毕了。那如果你对于塔罗学习有兴趣、灵性探索有兴趣、显化法则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加入，可以透过塔罗成为自我对话或者是人生指引的一个工具。好，那就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一条灵性学习的道路上成为伙伴，一起学习。那下次影片见咯，拜拜。Hello， 选到第三组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米娅。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帮第三组的朋友看一下，你们会迎来什么样子的大好运，在哪一方面的大好运，以及迎来这个好运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生活。来看一下你们的主牌，哇，金光闪闪，很厉害的牌哦。You are already golden。好，你早已经是黄金了。哇，第三组的朋友，第一张牌一出现啊，让我觉得全身的能量都被点燃了。你已经是黄金了，而且你早就已经是了。哇，光是这个讯息啊，就代表你们的财富翻转的能量从此刻开始。画面中啊，可以看到一个全身沐浴在金色光芒中的女王哦，非常的有自信。她坐在王座上，周围全是金光皇冠，还有流动的金色能量。这张牌要告诉大家，你们并不是要以后未来才有价值，你现在就是一座金矿了。宇宙早已把你放在财富显化的时间线上，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去承认这份力量哦。有些抽到第三组的朋友，可能你们已经是隐形的富豪或是富婆了，如果还没有的话，你们未来也一定会是。好，在三维世界中啊，这张牌代表很直接的金钱的讯号，可能是薪资提升、投资获利、意外之财，或是合作的收入入账，会有一些黄金般的机会往第三组的朋友面前涌过来，所以不要再小看自己了，不要觉得自己一定要很委屈、很辛苦才能换钱，因为你的能量已经在吸引财富哦。那这张牌也提醒你哦，金钱来自于心态。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匮乏的状态，你就会一直好像追着钱跑，怕钱跑掉。但是当你知道，我就是黄金啊，金钱会因为你的自信主动靠近你，就像是磁铁一样，黄金的能量本身就能吸引黄金。好，在五维世界中啊，这张牌更是灵性的肯定，他在说你就是黄金之子，你是黄金的孩子，你灵魂的本质就是闪耀着。当你活在这个认知里的时候，你的频率就会把丰盛吸进来。不要忘了，财富是一种能量的交换，当你相信自己够光亮，宇宙就会把相应的金银财宝、金光财富送进来。你不是在寻找黄金哦，你就是黄金。当你闪耀的时候，财富就会自然的聚焦。很多朋友，我觉得你们靠你的魅力、人格特质，或说话，或是其他的方式、才华，或是你的一些天生的一个技能哦、敏锐度，你就可以去打造一座金光闪闪的城堡。好，我觉得这也很像是游戏里的某一个隐藏的角色，一旦你把它解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角色它是满点的技能、满级的技能出场，你很像就是这个隐藏的角色，你不是慢慢升级的，是一出场就
自带这个金黄色的光芒，所以这张牌能量真的非常的直接哦。你要开始承认自己的价值，你就是金子，机会会来找你，钱会一波又一波的来。这个不是小确幸而已，这个是报复性的财富大爆发。第二张牌 How to win the game of life。 哇，我觉得很实际耶。第三组的朋友，如何赢得人生的游戏哦？宇宙立刻给我们一个更关键的讯息哦，怎么赢呢？在我们的人生游戏场中，宇宙它不单单是要给你金币的祝福，更是告诉你说要怎么玩才能够赢到最后。画面中有各种棋子啊、棋盘啊，还有倒下的这个棋子。远方啊，我们看到闪闪发光的山峦，这一幕很像在提醒我们，人生啊，它是一场游戏，规则看起来很严肃，但是背后有藏着很多翻盘的机会。你有时候以为你输了，但是骰子一直，整个局面命运又重新改变了。好，这一张牌的讯号也很直接哦。你的财务游戏会迎来一个胜利的关键回合，可能是你终于谈到一个大案子，或是投资进入了获利期，或是新的副业就像开外挂一样，加速的累积财富哦。注意哦，这个钱不是零头，不是零碎小钱，而是一个让你感觉到哇，原来可以游戏是可以这样玩的这种很巨大的金额。然后这张牌也提醒你们说，人生的游戏啊，不是只有我拼啊，我向前冲啊，更要懂的是静下心来去想一些策略，然后还有你的心态要沉稳。有的时候你以为要正面的去硬拼硬杠，但其实绕个路反而可以用更轻松的方法抵达，就像游戏里的隐藏捷径哦，你只要走对一次，你就能够比别人少走10年的冤枉路。那在五维的层次啊，其实这张牌想要你记得宇宙就是整个游戏的设计者，而你的灵魂就是最强的角色。所谓的赢呢，并不是说我要把别人踩在脚下，而是找到那一条专属于你灵魂设定的胜利之路。当你活出自己的任务，你的胜利就不是一场好像短期的短暂的加分，而是一个持续可以被宇宙奖赏、拍手，还有给金币的回圈。所以赢啊，并不是要把对手打趴，而是我们可以把这个规则摸透。当你看懂游戏规则之后，你的人生就只剩下收割收成了。比如说就像玩大富翁好了，有人拼命的收房产，却卡在现金流，最后崩盘。那有人懂得先拿机会卡，最后可能财富翻倍。现在宇宙要给你的就是一张机会卡，只要你敢丢骰子，敢跨出去那一步，你会发现游戏啊，好运啊，正悄悄的偏向你这边，给你一些幸运，给你一些提示。而且你们的财富翻转，它不是一场小确幸，它是一场彻底的真正的胜利。不只是过关而已，而是要让你们赢到最后。当你开始懂得调整心态，找到策略，宇宙就会像游戏设计师一样，给你隐藏的奖励哦。哇，真的是好强哦！第三组的朋友，恭喜你们。Animal King 这张牌是动物的盟友哦。前一张牌啊是告诉你游戏规则，那这一张牌呢，哇，宇宙要直接派给你最强的盟友。画面上我们看到一位女子哦，她背上啊有羽毛，然后好像还有这个猫头鹰的脸，然后还有白狼哦，这里还有星月的陪伴。这代表什么呢？我觉得你们的人生翻转啊，真的不需要靠单打独斗，因为宇宙已经把最适合的贵人、团队、伙伴放在你的身边哦。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的朋友，恭喜恭喜，你们会遇到带财的人，也可能一个是带财的合作机会，一个团队，甚至是一位愿意指点你的长辈、前辈，他会让你在财务职涯上的道路加速，或是学习更加快速，打通关，可以就是学得更加的顺畅。
有人带的感觉哦。在生意上，可能你遇到了一个懂得市场、懂得现金流的人，他让你少走了好几年的弯路哦。或者说，因为一个口头的告知，你就赚了很多钱。这些机会啊，是可以让钱一波一波的涌进来哦。在四维当中啊，这张牌讲的是能量的共振，所以第三组的朋友，我觉得你会吸引到一群跟你频率一致的人，他们可能都跟你一样有热情、有梦想，愿意一起打拼。这种连结非常的强大，因为它能够让你在情绪上不再孤单。当你觉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努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可以坚持得更久。同样的，有朋友、有合作伙伴也能够去放大成果，你们可以共同抢下更多的饼。在五维世界中啊，这张牌理所当然的象征着灵魂盟友的到来。比如说白狼啊，提醒你要重视直觉；猫头鹰它给你智慧。那画面中的这个女子，她给你勇气，她很像是温柔的母性的能量那这些灵魂的盟友其实都在告诉你，你们并不是在孤单的一个人单打独斗去创造财富，而是整个宇宙团队都在为你护航。当你相信这股支持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哇，财富跟资源的流动自然而然的被推送到你的手中哦。财富并不是只有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它是属于一群人共同的舞蹈。当你吸引到对的人，金钱就自然而然的成为理所当然的产物。比如说啊，就像一群狼在打猎，如果只是单独的一只狼，它可能只抓到一只小猎物，可是如果是一群狼协作一起去合作的话，可能他们可以分工合作，最后共享一头大的猎物。而你们的人生翻转，为什么？因为你会从一个孤军奋战的状态走向集体，走向结盟哦。你们的财富会透过你的盟友，透过贵人而放大。宇宙会送来一些关键的伙伴，它会让你的生活不再只是勉强过日子，可以赚大钱，分得很大的红利。好。Shadow Key， 来看一下这张牌哦。哇，这张牌在讲什么？第三组的朋友，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哦？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努力，可是好像到了最后一个关键点，最后一里路的时候，这个钱就是进不来，很像是我明明都已经做到了这个份上，我的门都已经打开，看到缝隙了。就是我的门已经想要把它打开，我今天看到这个门有缝了，可是我努力推，却好像被卡住，没有办法打得很开。明明这个门后就有钱，这个是什么呢？好，这张牌啊，影子的钥匙，宇宙想要告诉你说，真正的财富的翻转卡在一个内心的锁，现在这一张牌要把钥匙交给你。牌面上大家可以看到有两束不一样的光，红光跟蓝光哦，哇，划破了天际，告诉你说黑暗其实不是永远存在的。你的财富卡关可能缺少方法，过去被一些旧信念困住了，比如说钱很难赚，赚太多会被人眼红，我不配拥有钱，钱很罪恶。好，这些念头可能就像锁在门上的锁链，让你永远只能在门外徘徊。好，那我觉得这张牌很像是一种情绪的疗愈，因为很多人其实对钱有恐惧，害怕失败，害怕被背叛，害怕承担责任。可是真正的翻转来自于你敢跟自己立约，立什么约？我愿意放下这些恐惧，我愿意打开自己去迎接财富。当你把恐惧转换成信任的时候，你的能量就开始松动，钱也会开始慢慢的靠近哦。到了五维啊，这张牌其实是灵魂的密码，影子不是来阻挡你，而是来提醒你，财富的钥匙其实早就在你手中，你要转动它，门就会开。宇宙要你看见，钱呢不是外在的敌人，它是一个照亮你灵魂的伙伴，钱是非常有益的、有用的。而且它是一个服务于你的工具，你并不是钱的奴隶，你可以运用钱来交换其他人的时间，或其他人为你效力。你可以用钱来买好吃的，照顾你自己，照顾你的家人，换一些舒适跟方便。而影子也不是阻碍，
它是通往财富的道路。当你敢直视你内心的恐惧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拿到财富殿堂的门票。比如说有些朋友你不敢推销自己，你明明就有一个很好的内容，或是有一些很好的想法，但你不敢说出去，你都一直隐藏在角落。其实你有能力去赚钱，但是却又好像害怕赚钱的这种感觉。好，有点像是其实你面前就有一座金库，但如果你一直害怕这个金库是不是很黑暗，你就永远不会踏进去。不过其实第三组的朋友，你只要打开光，就会发现原来这个房间里面真的是堆满了金银财宝，你的钱一直都在啊，只是你需要用钥匙去转开这个房间这个金库，并且拿灯去照亮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Visitation。 好，这张牌呢，宇宙还要另外送你们一份礼物哦。这张牌是什么？贵人。刚刚有说过你会有盟友，然后这张牌再一次强调贵人要来了，灵性导师要给你财富密码了。好，哇，你的神秘的访客要来了，他带着温柔而且强大的力量。你们不需要一直死撑哦，因为有帮手正在朝你走过来了。前面有提到嘛，第三组的朋友，你们会遇到带财的人，有可能是你的伴侣。你的伴侣升职加薪之类的，然后他也会把财富的能量分享给你，或者是一个突然伸出援手的投资人，或是一个很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有可能带财之人就是你的家人，甚至有些朋友你可能是遇到一个客户，他跟你签了一笔大单，这些人他会像访客一样来到你的生命中，而且不只是支持，还会直接带给你钱。好，那在四维的世界里啊，这张牌想要提醒大家要处于一个接受的状态，就是打开你自己。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我不好意思收，我不想要麻烦别人，可是这样的想法可能会把贵人的好意挡在门外。当你学会说谢谢，我愿意接受的时候，你会发现礼物真的是一份又一份的掉到你怀里。这个就是情绪能量的松动，让财富流动得更快。好，这张牌啊，在五维世界中，它很像是灵魂的契约，就是这个人跟你有契约，这个人跟你说了一句话，让你瞬间打开财富的灵感，或是某一个导师的指引，它很像是一道光，把你推上了全新的时间线。好，这些不同的灵魂的来访，它其实早就已经安排好了，现在只要等着第三组的朋友好好的接受就好。当贵人上门的时候，你会勇敢的打开门，还是把门关起来，不敢让他进来呢？我觉得这一组很像是说你们在玩游戏的时候，突然跳出一个 NPC 的角色，然后他把一把隐藏的钥匙送到你手里，你就发现你其实不用再拼命寻找哪里有宝藏，然后要去打魔王，因为这个钥匙直接就能够打开宝藏。这张牌呢，就是这样子的能量，它要给你财富藏宝箱的密码，让你的现金流的状况、资产的状况倍增，而且有这种暴增的能量。好，有人会把这种赚钱的机会门票直接的交给你，这个真的不是小小的幸运，真的不是发票中小钱而已，而是带着金光的超级大礼包哦。当你打开手来接受，你会发现钱是更快的、更直接的流进来。好，来看一下 mantra， 它是一种咒语、密语或是一种箴言哦。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两个金色的这个圣符悬浮在漂浮在云端哦，它很像是两个用力正在运转的一个密码轮。Mantra 这张牌想要跟你说，你只要用口令就可以开门，你的声音是能量，语言是指令，当你说出口的话跟身体的节奏一致的时候，宇宙就会帮你把这个财富刷进来。好，什么是这个 mantra 呢？我觉得它很像是你每一天
每一天跟自己的一个对话，你每一天跟自己说什么呢？假设你说钱好难赚，把这样子的想法换成我是很有价值的，我可以赚很多钱。把不好意思开口变成是我值得被慷慨对待，就是你对你自己说什么，它其实都是一个有相同的效益，所以你要把你的声音变成金钱的磁场。箴言呢，它很像是情绪的调频器哦。这张牌的出现呢，我觉得大家会开始看清楚自己的人生脉络，那些你绕过的路、吃过的苦，其实都在累积成这个财富所需的技能跟经验，然后这些经验会成为你的筹码，帮助你在现实生活中换成真金白银。而且这张牌也带来了信念的重建哦。你们并不是突然或者说临时才开始学着要赚钱，而是你本来就带着要拥有财富的这个设定来到这个地球。当你认出这个设定的时候，你的心态就会翻转，从我要努力才有钱，变成我注定会很有钱，我很有钱。这种信念会让钱流得更快更顺。所以就想要跟你说，你不需要再怀疑了，因为你的灵魂蓝图已经经过认证盖章，你走出的每一步都会带领你走向丰盛。当你对齐你的灵魂蓝图的时候，其实财富就像洪水一样，会很自然的涌过来，因为你会活出原本设定的你自己。好，我们的下一张牌，Ahimsa，不伤害。这张牌在说什么呢？用温柔创造无限的收益。我们看到金光从天而降，它很像是温暖的河流，没有冲撞，可是一路能够把阴影溶解。Ahimsa 这张牌的核心是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关系哦。这个原则它是一个很神奇的策略，它可以让你赚得久、赚得稳、赚得安心。好，这张牌在说什么呢？好，我觉得这张牌呢，其实是想要告诉大家，你需要用一种温柔但是有力量的方式去做事、去做选择，不是更用力，而是选择一个可以让你走得久、赚得稳、活得心安的方式。这个方式是什么？就是不伤害，不伤害自己，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关系，不伤害你的商誉，不伤害你的能量，不伤害你的情绪。赚钱、成长、突破，不是一定都需要靠拼死拼活，有的时候慢下来，讲清楚，留一些余地，才是让你可以走得更远的关键。比如说呢，在三维的世界中在实际的生活跟工作中这张牌它有点像是一个有道德、有底线的赚钱方式。也就是说，你在赚钱的时候，不要靠牺牲别人、牺牲信任来换一些快钱。比如说卖产品的时候，要把这个产品的内容说清楚，不要用话术，不要夸大。还有你在跟人际交往的时候，做不到的承诺不要说，如果你说了就要去守住，有错就承认，如果有洞能补就补，主动的去处理。短期来看可能会觉得这样我很吃亏，这样我少赚，但长期下来你会赢得最值钱的东西，你的回头客，你的口碑，不断的有人把你分享出去，不断的有人把你介绍出去，还有客户的信任感。这些呢，其实都是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小朋友，如果你是就是在做一些行销销售的话，这张牌有点像是提醒你说，你并不是需要狂打广告或是硬去推销，而是建立一个让你自己都觉得安心的系统。甚至投资也是，你需要的不是一个让你会每天情绪上下波动的一个投资组合，而是你需要让你可以睡得好觉，赚得稳，然后稳稳赚的一个策略。好，那在思维的世界中这个也是你内在的情绪系统的一个提醒哦。宇宙想要跟你说，停止内耗。你有的时候是不是对自己很凶，觉得自己不够好，太慢，或是觉得自己又失败了？
当你越这样子对自己的时候啊，其实你脑袋的某一部分，就是说你创意创造力这部分啊，它也会慢慢的好像被你切断。因为你的潜意识觉得说，你不值得，你不够格，有时候机会来临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接。所以这张牌啊，不伤害，就是要你自己，你一定要对自己温柔一点，少批评，多安慰。你可以对自己说，我现在并不是没事做，我只是慢慢的在把整个频率调对。我现在正在学习，做一个更高价值的交换。而且大家知道吗？钱不喜欢压力，不喜欢控诉，钱喜欢流动，喜欢感谢，喜欢你相信你自己。在五维的世界中来到了能量跟宇宙的层次，从更高层次来看。Ahimsa 它很像是一个福报经济，就是当你怀着利他的心出发，你做的事情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话，宇宙就会放大你的努力。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哇，合作很顺，大家可以彼此扶持，不是互相防备，你也不用害怕踩雷。人脉跟机会自己会来敲门，你不用用力的去找，用力的去追，因为你没有带着损害别人的意图，宇宙就会让你稳稳的赚，而且这个赚钱是不会有业力，不会有副作用，不会有报应的。好，那这一组的朋友啊，你们有听到这个温柔不伤害的智慧吗？不伤害自己的情绪，也不伤害别人，不伤害关系。温柔的力量绝对比暴力更加的持久，这个才是一个最长寿的财富杠杆。比如说把良心放进你的商业模式里，宇宙就会把红利放进你的口袋。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你们不努力，而是你需要换一种方式努力，而且你们的创造力不会再焦虑长大，所以停止一直去给自己一些负面的声音，要信任你自己，你的创造力会在信任里面发芽。所以我觉得这张牌会出现啊，很多时候可能对应到一种状态，你可能想说，好，我为了要赚钱，我是不是需要妥协掉我一些道德底线或是一些价值，这样我才可以换取业绩。或是有些朋友你对自己真的好刻薄，好苛刻，好严厉哦，拼到快要没有力了。或是有些朋友你正在重建一个更长久的系统，你正在学习一个很庞大的知识体系、财富体系，但是你怀疑说我现在是不是太慢了？这张牌在提醒你说，慢没有关系啊。好，有的时候短期少赚一点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稳稳赚才值得。第三组的朋友，你们要的并不是速成，而是那种可以心安理得赚钱的状态。你赚钱，然后别人开心的付钱给你的这种状态，或者说你赚钱，然后别人也无损于你。比如说一个投资，它是一个正和效益的投资哦，你把钱去你成为某个公司的股东，然后你相信这家公司会成长，这家公司赚钱，你也赚钱，所以大家都有好处。这个就是这张牌想要送给大家的祝福。好，来再看一下。这张牌出现了虎鲸3只虎鲸向前行。这张牌在说什么呢？这张牌一样又出现了同样的概念，就是用团队的智慧来赚钱虎鲸他们可以靠着声呐来彼此的沟通，然后彼此分工来猎食好，这张牌啊，我觉得其实就结合到前面所说的，你们会有那个盟友嘛，贵人啊，所以你们其实不需要一个人埋头苦干。比如说，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可以找读书小组、互助伙伴，或是协助你、帮你解题的老师等等。那你不需要所有的东西都一个人想破头。那有些朋友啊，你们可能要去看一看有什么数位的资源或是工具，或是有人可以帮助你，然后透过某一些资源或是工具，其实你可能效率更快，然后成果还更好。那如果你是家庭主妇的话，这张牌其实也提醒你们说你真的不是超人，如果需要协助的时候开口说，或是你需要孩子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也是能够去帮你担一些事情的。或是有的时候你该用外送，该用打扫服务的时候就用，或是用扫地机器人，用洗碗机等等的，你真的是有很多的
小帮手可以去使用，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扛，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亲力亲为，我要打扫煮饭，然后我又要照顾小孩，这样最后累到的是你。然后如果你不开心的话，你的情绪爆发，伤害的也是整个家庭的一个温度。所以这张牌想要告诉大家说，你们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你可能一直试图一个人要完成所有的事情，然后宇宙想告诉你啊，是时候找人一起做事，或者找工具、找方法一起做事。不是你不行，只是你太孤军奋战了。有的时候真的是利用一些科技啊、工具啊，或是用金钱可以解决的麻烦，就用金钱去解决。好，那在更深的层面中啊，我觉得这张牌在说的是能量要对平啊，你们要找人合作，但绝对不是随便组队，而是要找价值观频率对的人来跟你一起合作，不是那个你说了他也不懂的人，而是你不说他也懂的人，不是那个会扯你后腿的人，也绝对不是那个会背后捅你一刀的人，而是你只要说一句，他就可以把剩下的10句都补满。这样子的队友绝对会让你工作起来更加的顺利，然后钱财也更加的快速的滚动进来。或者是你可以找到一个你使用上手的一个工具或是科技，它可以大幅度提升你的效率。那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的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在灵魂合约里面其实有贵人，他们正在靠近，然后他们想要跟你一起做大事。宇宙可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送到你的面前，比如说有人带给你机会，有个人带给你能见度舞台，然后有个人教你一些知识等等的。哇，这张牌就是靠着大家的力量迎来最大的丰盛。再来看一下，这是什么？风暴出现了。哇，有的时候环境很混乱，但是第三组的朋友不要担心，透过这个混乱的环境，它其实是一个你们跳等升级的机会哦。一艘船在大浪里逆风航行，这个大浪可能把其他的船都打翻了。可是你们没有翻，因为你们准备得很好。你看远处还有彩虹的微光，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怎么说呢？这很像是考试，考题很简单，就没有鉴别度，然后大家都可以考到很高的分数，因为考题很简单。但是你们有实力啊，所以这个风暴来临的时候，哇！这个风暴怎么说呢？很严峻，可是却能够让真正有实力的人存活下来。你们甚至可以利用这个，我觉得风暴去发挥你的优势。你可以利用这个风暴，当别人都没有办法去度过，或者说，当这个逆境是，会让很多人却步不前的时候，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已经准备好了。有些朋友啊，比如说上班族啊，你可能遇到一些职涯的瓶颈，也许自己跳脱出来，或者说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跳槽，或是你自己就是创立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那有些的朋友啊，你可能面临一个，比如说市场变动很剧烈，可是这个时候啊，反而是你入场去抢占一个好时机、好位置的时候，有点像是别人退场的时候，你进场收获最大，也很像是在大家一片都很混乱的时候啊，别人恐惧的时候你贪婪，别人不敢买进的时候你买进。在市场动荡的时候，大多数的人会恐惧、犹豫、观望，然后卖在最低点。那这个时候第三组的朋友，你们就像这一艘船一样，你会站得住脚，你能够持有你手上的部位，同时你还有一个身份上的转变，你会买入其他人抛售的股票，你会成为股票真正的主人，股票会从犹豫的投资者转移到他真正的主人手上，就是坚信的投资者。那这个就是第三组的朋友，我看见在风暴来临的时候，很多人没有办法撑过跟度过，可是你们绝对能够握得住，守得稳，你们是能够在风暴中存活下来的人，你能够收割下一轮的红利。
所以风暴来不是来毁掉你的，这张牌真的很猛哦。这张牌是要告诉你，风暴来是要提醒你，你是要提升维度的，你的财富要翻倍了。宇宙有时候会破坏原本的结构，让你觉得没有办法走在原本的结构下了，因为你要去到新的时间线、新的版本，因为你们要进入到更高的阶段了。就像飞机起飞的时候，它需要一些逆风，没有风没有压力，它是飞不起来的。所以现在这个混乱呢，它并不是不好，而是你升空的必要条件。甚至因为这样子的混乱，你们才有机会去抓住红利。这个风暴绝对不是灾难，而是让你升级的那股风。这个混乱是宇宙在洗牌，当这个混乱过后，你稳下来，你就是新的局面的这个王者。一开始就说你们本身就是黄金，风暴过后，你稳下来，你就是开局的那个新的局面的坐稳王位的那个人。好，非常非常的厉害。我们的最后一张牌是海豚在跳舞，这张牌好可爱哦！海豚之舞这张牌有很多的玩心，这张牌一出来，我觉得整个气场都变了。这张牌作为你们的结尾，有海豚，有彩虹，有水花，很像是宇宙在跟你说：不要太严肃，你可以边赚钱，然后很开心，边做事边跳舞。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你边玩的过程啊，然后你就会收集到很多的人的目光。或者说你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就会很有感染力，去影响别人。你越轻松越快乐越自在的做自己，别人越会被你吸引，越想要靠近。喜悦是最强的吸金力，这就是我觉得宇宙想要给第三组朋友你们的提醒。你的情绪会影响全场，所以首先你要给自己一些快乐的小仪式。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些转念，当你玩得很开心或是做得很开心的时候，别人就会想要跟你玩。有的时候在比如说职场上也是，比如说透过一些比较简单轻松的对话，可以拉近跟一个人的距离。有的时候把事情做得好玩一点，不管你是做社群或者是办活动或是之类的跟别人互动，透过一些游戏或是好玩的元素小惊喜，让别人可以一起参与进来，或者说让别人可以一起互动，其实会更有助于你们财富能量的提升跟关系的提升。也就是说你在整个我觉得人生的路途中，你们不要忘记自己也是需要快乐的。有时候你可能因为太紧张太累，忘记自己也是需要放松。这张牌其实提醒你说，你有一点像是你把你自己过得很好，别人也会想知道你是怎么过得很好，我也想要靠近你，我也想要知道，而不是好像你拼命的去说一些什么有一种你可以赚钱，你也可以很开心，你可以把人生经营得很好，你可以获得丰盛，也可以获得喜悦。这是一种轻而易举的时间线，不是不努力，而是努力也可以很有趣；不是不专业，而是专业也可以很好玩。有点像是我在我怎么说呢？我在喜悦中工作，合作机会自然会敲门，钱自然会流进来，而且它不只是流进来，还像节奏感一样顺流进来。所以这张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结尾。你们可以快乐的工作，可以快乐的创造价值，可以在不累死自己的状况下吸引到更多人，更丰盛的财富，还有更多的爱。不要忘记了第三组，你本身就是金光闪闪的黄金，你就是风暴过后的主角，大家的眼光都在你身上。隐形的富豪富婆，就看你们要不要怎么说呢？你们其实是有实力的，就看你要不要告诉别人。有些人可能想说我要保持低调，但有些人我觉得你们是没办法低调，因为你就是金光闪闪，非常有自信的能量。好，以上就是有关于第三组朋友你们今天的解牌啦。超级恭喜第三组暴富组的朋友，我们下次影片见咯，拜拜。